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宣称，乌克兰有能力与俄罗斯打10年的仗。泽连斯基说这句话的底气，无疑是美西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武器装备。针对美西方的援助，德防长绍伊古在国防部委员会上表示，美国和受美国控制的西方国家正在想尽办法，尽可能拖延特别军事行动。越来越多的外国武器供应明显说明，他们意图挑唆基辅政府战斗到一个乌克兰人也不剩。4月21号，拜登又宣布美国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This package includes heavy artillery weapons, dozens of howitzers, and 144,000 rounds of ammunition to go with those howitzers. It also includes more tactical drones. 这一次美国给乌克兰提供的这些军事装备武器装备也反映出美国人对未来战事的一种判断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下一步的作战行动俄军它肯定会有比较大规模的这种部队的集结运动同时也会有这种攻防作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军或者美国给乌克兰提供这种榴弹炮，那么这种榴弹炮呢，它可以对敌方的有生的力量进行比较大面积的这个打击和摧毁。有观察还指出，美国援乌的155毫米榴弹炮属于重武器，说明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级别正在提高。而从美国此前公布的援乌清单可以看到，包括有 M777 榴弹炮。不过，评论员张烨认为，这些武器实际上很难交到前方乌军的手上，难以对整个战局走向产生影响。尽管 M777 榴弹炮它的这个体积在榴弹炮当中是相对较小的，但是它和前期乌军所获得的这种单兵反坦克导弹防空导弹相比，它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从后方经过比较长距离的运输抵达这个前线呢？目前这个空中的这个制空权已经丧失了你从路上走的话，那很容易被敌方打击所以我觉得它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另据德新社报道，美国、英国、捷克和荷兰等盟国均已增加交付给乌克兰的重武器数量。此前，由于拒绝向乌克兰输送重武器而受到抨击的德国，也准备进行3方武器交换，从而使乌克兰能够获得更重型的武器。德国防长克里斯蒂娜·兰布雷西日前表示，德国将训练乌克兰军人使用德制 PZH-2000 自行火炮。不过，德国自身不能提供 PZH-2000 自行火炮，将由荷兰提供，因为德军没有库存。